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6月16号，视频来聊一下比特币 25K 是否止跌了。我个人 15K 的多单目前还是选择继续抱，包括最近一些交易资产也是转到 OK， 也是有几笔多单，目前也是选择继续再抱，或者等下利用头肩底的形态再来跟朋友们聊一下，就是历史上头肩底的底部为什么还是会反反复复，这几天可是有利好，不过我的观点是不重要，美国那边的利率现在是不重要，未来的环境是在变，有没有可能某一天美国那边会开始降息，或者等下来跟家人们聊一下，包括现在也是有找到这一张图片，就是山寨币跟比特币的结构，这一波跌下来，它是跟19年很像，跟15年的也是一个样刻出来。等一下来讲解，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帮你拉进 VIP 组，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说到程序交易，我们先来看一下上一次比特币6月7号有给了一笔空单在26,600美金，也是英文同步哦。然后昨天跌到 25K 的低点是有一笔多单的信号，我没有开哦，忘记开了，因为这2天一直在带孩子。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以太坊有一笔程序也是在昨天啊，是1646美金，有做对，我的观点是不然也是选择爆啊，或者是你倍数可以设一个10倍的杠杆，万一是它再跌下来，因为目前比特币个人也是觉得还是反复在守这个 25K， 虽然重心是在下移，就前面几天是有提到整个大结构好像有一个下降楔形看涨的形态，不过它这2天的就这个低点给破完以后，但是引线又收上来，还是收盘收在 25K， 包括今天的 K 线也要去留意一下，收盘估计应该就是一根多方抵抗的 K 线。那我现在画的2个绿色的圈要跟朋友们聊一下，为什么重心是反复的在下移啊？现在是有利好的情况下，有可能主力是不想做位，或者是他看到利好的情况下，有知道可能散户是有在买，那他就刻意打压。如果整个区间还是以箱体震荡来对待，判断下方全部都是陷阱的情况下，我们要思考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多方抵抗，这2根是一个多方吞噬，然后今天会不会收一个多方插入线？插入线的标准就是今天的收盘必须要穿过这一根崩盘的一半才叫插入线啊。如果是把这一根崩盘的开盘价都给过，那我的观点也是很强势的一根多方吞噬，说明主力都是刻意的打压，然后又把货给接走，刻意的打压又把货给接走，只是重心在盘中感觉它重心是在下移，但是下移的一根第2根又收上来，然后这整个片区里面不光只有这2根多方抵抗，这2根加起来也是一个拇指线，或者是这2根就是一个插入线，然后多方的吞噬，多方的拇指线，还有这边有一个组合很像是一个多方的呈现，或者是更早的一些位置上面也是有一些多方抵抗的 K 线，比如说这2根也是拇指线，或者是这个塔形，但是它为什么重心会一直在往下移？那我们要思考一下历史上比特币一些位置，今天要用这个21年的一个区间来跟朋友们参考一下，就是从高点下来，比特币6万的高位跌到这个3万的位置，它后面整理的一个区间，主力可能目的是为了把货接得更多。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在这个区间里面一根多方插入线，这2根是一个多方吞噬，然后这3根也是一个多方呈现，后面去留意一下它重心是不是有下移，但是每一次下移的位置都是收下影线，或者是在这个位置后面收盘1根2根重心也是有下去，第2根又来了一根多方吞噬，所以我们要观察一下整个片区，历史上有这种例子，就是它整个矩形里面重心会下移，比如说这边的重心是比这边的重心要低，但是收盘是收在这下方，第2根又收到这一个支撑的上方，然后后面是这边跌破的时候又收上来，这边是一个多方拇指，就是有看到盘中或者是前面1根是跌的重心是在下移，但是第2根马上遇到抵抗，有可能就是说明有人在这边偷偷的吸货，货吸完以后他后面不想做位，
慢慢的也是重心不断的下移，来到这种位置感觉要完全跌破的时候，又来了一根多方吞噬，马上就来了一个转折。所以现在的形态有没有相似之处，那我们尽量就观察，就是这个 25K 或者这个颈线的支撑，你收盘或者一两根跌破可以，如果是第二根再收上去，有可能就是代表主力不想让它重心反复的往下。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大头见底的形态，从高点也是预防看会不会有可能反复来踩这一个颈线的支撑。从这一根开始也是判断有可能，我个人是感觉差不多，但是现在是价格反复的在这个 25K 附近徘徊，那我们要留意一下真正测 25K 测了几次，一次、两次、三次，那我们要留意一下时间哦。时间如果从这一根开始算，目前是接近90天，90天够吗？前面是有预期，有没有可能会达到180天或者是200天？到时候看整理到位会不会往上去突破，或者我们可以留意一下2020年的当时头肩底的底部起来之后压回来这个区间，也是感觉盘中跌破，但是第二根又收到这个沿线上方，我们可以再拉近观察一下，收上去又是破，第二根又收，然后又破又收上去，后面上去以后又跌，再跌破，第二根又收，所以有可能主力也是类似这种区间，但是这个位置的时间是相对比较短啊。我们如果从这一根拉过去来计算，这边整理的时间35天，或者是也可以拉长，从这个位置开始算，就是这一根 K 线开始计算它整理的时间，还是有一点不够，因为从这边到这边也就80多天，后面就开启一波分流的行情。或者我们再找一下比特币历史上2015年突破以后，这边也是反复踩了一次、两次、三次的颈线，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颈线的位置，也是一样，这一根 K 线感觉是要跌破这个颈线，但是第二根又抵抗，然后这根又要跌破，又抵抗，又抵抗，这一根也是感觉要往下跌，第二根又抵抗，它后面拉上去以后也没有急着继续涨，就是这个位置2015年的时间，个人是觉得目前的结构时间里面有可能还是很像2015年的这一个结构，就是这边整理的190天接近200天，后面才开始一波飙涨的一个行情，还没有开启分流，后面是在这个区间继续横盘震荡，也是时间长短，我们可以画一个时间，从这个高位开始计算它调整，如果到这一个差不多也是100多天，所以有没有可能比特币我是在思考，就目前的行情，如果它要继续横盘个从这边开始计算200天，到时候有没有可能去突破32K， 或者是有没有希望挑战一下48K， 后面看会不会继续横盘。然后山寨币的一些结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片哦，就是这一个其他数字货币的这一个指数哦，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这个画红圈的位置哦，因为时间我们要去记得，比特币是在2022年12月份，这个是山寨币的走势图，并不是比特币的，但是时间我们可以去观察，就是12月份比特币当时见底就有一波拉升，但是山寨币的这个指数重心可是在这一个位置，5月份的时候就已经破了这一个低点，然后这一次崩盘的时候又破了这个低点。那至于这一波有没有再加速赶底，有些山寨币估计有可能是已经触到低点了，但是历史上的一些空间我也不好参考，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画一下空间。我们比如说参考2019年的，记得比特币是在2019年的1月份，大致就是在这个低点比特币就开始见底，然后19年不是有一波拉升，后面比特币在二浪调整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区间二浪在调整，后面还有一个疫情黑天鹅事件，不是没有破这个比特币的低点，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山寨币指数也是一样，重心破这个低点，再破这个低点，再破这个低点，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15年的结构也是一样，这一个绿色所标的位置就是这个低点的位置，或者是这个区间，大约就是在2015年的1到2月份左右，记得比特币就是见底，见底完以后，后面比特币不是有一波拉升，就是刚刚讲到那个180多天的震荡，但是很多山寨币也是结构一样，就是这一次山寨币崩盘的结构
跟2015年、19年也是非常的像啊。所以现在我也是在观察比特币这边到底整理时间到位，什么时候会突破，有没有可能把这个 N 型高位过了以后，后面有可能才会有山寨币大涨的行情。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